在肩膀上挤满牙膏，均匀涂抹整条手臂，接着套上铁环，将其手臂塞进一个小洞。男人立刻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可短短几秒，男人就感不到疼了，因为在这面铁墙的背后是零下100多度的极寒之地，短短几秒就能把胳膊冻麻。当他被拉回来时，整条手臂已经变得像陶瓷一般清脆。只见一个壮汉晃着巨锤来到男人身边，然后高高举起。这就是2031年最残忍的酷刑。如今，地球极寒灾难的爆发导致全球冰封，人类几乎灭绝。幸存者登上了一列永恒循环的列车，成为永不停歇的流浪者。这趟列车已经在这冰原上运行了整整17年。车上阶级森严，富人住车头，穷人住车尾。越往前头住的越富有，而越往后的则越穷苦。末节车厢里住的都是脏兮兮的底层人民，每天只能靠前车送来的蛋白糕填饱肚子。17年来每天如此，但直到最近他们才发现，车头总会莫名派人前来抓捕小孩，对方手拿皮尺，像量物品似的对其进行比对，符合长短要求的，便会被带到前车头享受荣华富贵。如果有谁敢对头等车厢不敬，那么就会对其实施酷刑。发起反抗成了当下底层人们的唯一翻身之路，否则他们还会来抢孩子，胡乱实施断臂之刑。男主带队开始收集铁桶，筹划一场起义。当士兵前来送饭时，男主偷偷靠近查看对方的枪，发现枪里似乎并没有子弹。原来在这17年间，列车上总共发生过2起暴动，说不定子弹在前2次暴动时就已经用完了。当看到士兵连续打开3道门后，男主感觉时机到了，于是他心一横，一个箭步冲到士兵面前，抓起对方枪口对准自己脑袋，然后扣下扳机。底层人民瞬间暴起，一股劲将铁桶推向前方，将一扇扇钢门卡住。男主翻身上桶，带领众将士遇桶而行。就连胖神也不甘示弱，手举警棍一顿输出猛如虎。穷人们人多势众，为数不多的士兵根本不是对手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个壮汉挡住去路，长老只好派出自己的贴身侍卫。只见他随意地脱下上衣，一个箭步冲向对方。反抗军就此赢下了第一战。众人来到列车监狱，发现这里很特别，每个囚徒都被关在像停尸间一样的抽屉里。他们用钥匙一遍遍试，终于找到了一个韩国人。俗话说，奉俊昊的电影怎能没有宋康昊？老宋曾是这列火车的总设计师，有了他就如同有了这列火车的钥匙，可以帮助大家更快地打开肛门。但前提是必须要带上他女儿，而且每开一道门得给老宋2块克朗诺。这里简短介绍一下这个克朗诺，它是一种虚构的工业原料，可燃性很高，但是在列车上却变成了可以使人致幻的药品，专供给前车厢的富人们享用。而老宋之所以要带着女儿，是因为在车上出生的女儿天生六感，能察觉到门后是否有人。 Nobody there. 只见肛门被缓缓打开，里面果然如女孩所说，空无一人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列车冲出了隧道，耀眼的光芒让众人短时间内无法睁眼。外面依旧是一片冰封，所有建筑看上去就如同一座冰雕，没有一丝生机。众人继续前往下一个车厢，这里是蛋白糕制作车间，只有1名工作人员。众人禁不住好奇，蛋白糕究竟是用啥做的？这不看还好，一看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。他们吃了17年的蛋白糕，竟是用蟑螂做的。看着一旁疯抢蛋白糕的同伴们，男主实在不忍透露真相，只能带队继续前往下一个车厢。然而这次，女孩却突然脸色一变。随着肛门被缓缓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是几十名黑衣壮汉，他们个个头戴面罩，手握锋利的冷兵器。只见人群中缓缓递出一条鱼，蒙面人则拎起鱼，用斧头划破了肚子，随后开始挨个沾血。大战一触即发。但就在双方杀得难解难分时，领导突然站了出来，手举大喇叭喊道：“话音刚落，所有人都停下手上的动作，开始跟随领导倒数。雪国列车每年绕地球1圈，时长总达43.8万公里。在经过这座大桥时，刚好是1年。列车撞碎时隔1年的冰障，所有人都摔得七荤八素，唯独老宋一脸兴奋，拉着女儿站在窗边望向桥下，是一架坠毁的飞机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既然年也过了，这该打的仗还得接着打。但就在这时，头等车厢的部长也站了出来，并喊话男主等人今天必须死在这里。My friend, you suffer from the misplaced optimism of the doomed. This is going to be good. 话音刚落，壮汉们通通戴上了夜视镜。众人疑惑的同时，老宋女儿给出了答案。A fucking long one. 这下完了！灯光骤灭的同时，部长也露出了狰狞的笑容，而黑暗也在这一刻降临。
随着列车进入隧道，这场战斗也成了单方面屠杀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车厢内，穷人们就像是待宰的羔羊，被壮汉们一一斩杀。在这危急关头，男主突然想起在末节车厢里的火柴，他大喊道：“同时，末节车厢内一个小男孩划着了一根火柴，然后点燃火把，像火炬接力赛一般传递到每个人手中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最终火把汇聚成一片。重获视野的穷人们士气大增，再一次占据上风，把富人军团打得七零八落。在列车钻出隧道的同时，男主也活捉了部长。他们虽然战胜了富人军，但却依旧是死伤惨重。男主逼问部长那些孩子的下落，可他始终一问三不知，说孩子的去向只有列车长一人清楚。男主只好将大部分人留下看守，自己则带领6人继续前行。而他们也是从这一刻开始，亲眼目睹了这17年来都没见过的美好世界。只见前车厢种满了植物，在这里他们吃到了久违的水果。紧接着是一个海洋馆，然后是餐厅，就连仓库里的肉都够尾部车厢的穷人们吃上好几年，但却偏偏要让他们吃了17年的蟑螂。这就是穷与富的差距。当几人来到下一个车厢时，发现这里是一个富家子弟的教室，可上课的内容却是在给他们洗脑。看着老师和学生们兴奋到夸张的神情，男主感到不寒而栗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个服务生推进来一车鸡蛋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只要是人都会分发一个，甚至还一路送到了底层车厢。就在每个人都被鸡蛋软化掉紧张感时，服务生却从鸡蛋中拎起了一把枪。那个看起来和善的老师也在这一刻化身为杀手，对几人展开疯狂扫射。危急关头，小伙铤而走险，一把飞刀将其解决。可留在后面车厢的穷人们就没这么幸运了。保镖队长将长老拉到摄像头下，当着男主等人的面将其一枪击毙。男主当场崩溃，他捡起地上的枪，一枪结果了跪在地上的部长。众人化悲伤为愤怒，继续前行。可越往前走就越是惊奇，这里有高档的牙科医院，有精致的裁缝店，穿着华贵的富人们坐在高档餐厅，向男主等人投来异样眼光。有钱人的奢靡生活在这一刻被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而这也是奉俊昊所有电影中独有的风格。面对手持枪械的追兵，男主等人只能抱头鼠窜，在一处洗浴中心展开激烈厮杀。正所谓是杀敌1000自损800，男主对奄奄一息的胖婶承诺，自己一定帮他找回儿子。对方流泪道谢，然后停止了呼吸，到死他都没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。男主愤怒至极，一心只想揪出列车长泄愤，让他为自己犯下的暴行付出血的代价。几人穿过富人的酒吧，来到车头的管理者门前，结果却发现这个门根本打不开，只有住在里面的人才有开门的权利。男主怒火滔天，对着门破口大骂。而电影里的这一设计也象征了封建主义的权利，外部是根本进不到内部的。男主颓废地坐在地上，在这场所谓的反抗中，他失去了所有重要的人。就在这时，老宋伸手指向一旁，说要炸开这扇列车门，前往久违的大自然。老宋不以为然，问男主还记得列车通过的大桥吗？他年年都会往下看那架坠毁的飞机，最开始他只能看到机尾，但今年却露出了机翼，这意味着地球在升温。男主以为老宋克朗诺吃多了，所以才产生了幻觉，可没成想，老宋当即便掏出所有克朗诺，将其揉成一团。原来他一颗都没吃，这只是他的计划之一。如果将可燃性很高的克朗诺全部放到一起，那就是一个威力不容小视的炸弹。正当老宋准备炸掉车门时，舱门却被打开了。看到老宋要炸门，女秘书抬手就是一枪，接着便邀请男主进去。然而让男主没想到的是，列车长竟是一位沉着有礼的老人。在他邀请男主参观列车发动机的同时，又告诉了他一个有关于这趟列车的惊天秘密。在这17年间，为了保持列车上的生态平衡，要定期除掉一些穷人，而这场所谓的暴动也都是列车长一手策划的。他亲自将情报传到底层车厢，然后由他的搭档，也就是那位德高望重的长老，一起密谋策划起义，为的就是控制人口数量，恢复列车上的生态平衡。而长老之所以被杀掉，是因为他没控制好暴乱的结束，以至于男主等人一路杀到富人车厢，损失比前2次暴乱大很多。说着，列车长又向男主介绍起发动机，这座永动机可以说是列车的心脏，只要有它在，这趟列车就是永远的方舟。如今自己是一天老住一天，他希望男主可以继承自己的衣钵，接手这趟列车。面对权力的诱惑，男主迟疑了，似乎已被列车长的阴谋论成功洗脑。就在这时，老宋的女儿跑来向他要火柴炸门，但却被男主推开了。难道他要成为下一任列车长吗？然而下一秒，女孩突然听到地板下面有一个声音，掀开地板一看，才发现在飞速转动的齿轮下方正是胖婶的儿子。列车长解释说，引擎的一个部件因无法复刻，所以只能找5岁以下的小孩代替运作，每1年换一个。看着这残忍的运行法则，男主终于回归了初心，决定为正义而战。于是他冲上去打倒了列车长。
然后将火柴交给女孩，让她去炸掉列车门，而自己则用手臂卡住齿轮，救出了胖婶的儿子。随着炸弹被点燃，老宋与男主拥抱，用自己的身体护住2位弱小的孩子。Nice。强烈的爆炸引来雪崩，列车断节脱轨，一节节跌落山崖。当一切恢复平静后，2个孩子缓缓醒来，他们走出一片狼藉的列车，踩在洁白无瑕的雪地上。这2个自打出生就在列车上生活的孩子，第一次接触到了大自然。他们并没有像大人口中所说那样被立马冻死，相反，在这片冰封的大地上，还有另一种生物，是一头北极熊。世界没有变，依旧是3种肤色的世界，而2个孩子就像是新的亚当与夏娃，即将重启人类的文明。